好，这里是菜鸟老田。第一狂战士卡赞，一款由精力条的硬核动作 RPG， 改编自韩国特产地下城与勇士 DNF。就像其他几个特产一样，我从来都没有吃过，因为这款游戏给年幼的我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我怕被阴影榨干我买辣条的最后一块钱，结果他狗子还在追我398块，我该怎么为了一个扎着长马尾、没有巨大阴影的金发猛男，把买不起游戏归咎成我自己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专门给你了一个可以试完前2个任务的 demo， 真是好文明，请继续保持。你将扮演卡赞，一个能巨剑的猛男，遭到自己国王的背叛，并且完全不知道原因。让我看看他被放逐到了什么鬼地方。很明显，他走漏了国王曾经卖过钩子的秘密。同时，一个傲娇恶灵找上了他，不断的发送骚扰信息，企图获得卡赞的使用权限。于是，我们需要把他的屎给揍出来，让他认清现实，心甘情愿的成为我们的新奴隶。就这样，卡赞踏上了向卖钩子国王复仇的道路。在这个 demo 里，你将遇到一开手就会让人产生 PTSD 的场景，自带 BGM 的神秘楼梯，令人安心的恶意致敬，并且需要小心 PETA。你个人的复仇行为并不代表你会被准许屠杀可以填满一整个动物园的猴子、小狗、蝙蝠和野猪。尽管一些猴子已经进化出了仅仅混武的智力，会随时向你投掷大量美味可口小零食，但是你也不能将你的怒火发泄在这些动物身上。你应该选择比如人类、大一点的猴子、大一点的熊熊，或者一棵树，因为它们并不是那么可爱，并且我们都知道它们是没有痛觉的。选择你的武器，并且体验最硬核的武器教程。我们知道你不会好好读文本，那么为什么不直接放一群可以揍死玩家的鬼魂呢？只有强者才配拿走新武器。防具也很实用主义，不光加属性，还有套装效果，可以有效抑制这群肥宅把任何游戏都变成奇奇暖暖的冲动，甚至可以暂时屏蔽部分思考能力。毕竟这游戏前2张地图已经简单到让迷路都是一种奢望。他的凯，你要做的就是一直他的凯。虽然你可能要先扮演一张经典残疾人主角，这是你的敌人，他打你，你摊反；这是这张地图的 BOSS， 他打你，你摊反。当然，如果你用键盘的话，闪避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你不能指望能靠小指每次都能精准的按到摊反键。不过从第2章开始，我会建议你换个手柄。毕竟这是一款硬核动作 RPG， 所以他们决定给残疾人装一个电动轮椅。你现在可以用技能点解锁技能，然后开始折磨自己的记忆力和手指。只不过与此同时，你的敌人们都换上了超跑。这是第1个 BOSS 的驾驶条，这是第2个 BOSS 的驾驶条。如果你几秒钟没有攻击到他，那他的驾驶条就会和他氮气加速一样恢复。如果你也不幸选择了巨剑，那恭喜你，在你的重攻击达到他之前，这个畜生就已经像娘炮一样跑得远远的，并且开始嘲笑你了。所以记得点出这个轻攻击之后，衔接一个伤害比重攻击还高、出手还更快的技能。这时候你就可以让重攻击去死了，然后弹反夺了头技，打满驾驶处决一下，回满精力，继续连下去。但有趣的是，这游戏伤害你自尊心的方式比较特殊。一般情况下，这种带有死亡惩罚的游戏会让你在挑战 BOSS 失败后失去所有的尊严。这游戏选择直接反过来，你只要进入过 BOSS 房间，他就会给你加魂；你只要武器用的够多，他就会给你加技能点。你死的越多，你就越强。但其实这应该不能算是一件好事，毕竟你现在彻底没法甩锅了，就只剩下技术问题。当你一下莫名其妙获得比打完 BOSS 还多的魂，这确实就显得有点过于可悲。但你们应该知道的，喜欢玩这种游戏的人可能多少都带点受虐狂倾向，所以是的，这400块我决定掏一下。至少目前我对这个 demo 观感还行，除了疑似有我最不喜欢的刷子要素。至于为什么要给一个 demo 写那么多东西，因为正式版我估计将会附有这个前瞻的大部分内容，继续享受假期带来的红利。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下期视频应该是迸发，我已经快要通关了，所以更多内容还在制作中。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个订阅，让我们下次再见。